你多久回台湾一次？我们班表一开，通常都是有14到15个 DO。我们的班表是可以这样子，叫叠班，你可以短班去叠短班，等于不用再强制性的长休时，直接就出去了，继续飞这样子，尽可能叠班。我可能只要飞不到10天。我现在都说我是驻台湾的外派到美国的空服员。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？我知道前面有几位鼎泰丰，我最好养八方云集。自从八方来旧金山开了以后，这好吃是没错啦，但是这一份在美国要卖10几块美金，大概300多块台币，这个大概在台湾只要不到50块，我还不吃饱。我每吃一次这样子，我就赚了50块美金，对吧？受训的时候，什么让你觉得压力最大？受训整个压力都很大。我有很多朋友问过我说，你有没有考虑去别家？Delta 现在都有飞台湾，甚至回到台湾的公司说我不要，因为受训整个压力都很大。像我们家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比较 chill 的了。我觉得压力最大是起床会不会迟到这件事。我们公司从 training 的时候，他就要让你习惯你的 schedule 是flexible 的，可能今天他要你早上4点就来报到上，然后隔天又跟你说下午2点，然后考试反而压力没那么大。我们教官他们都有讲，既然公司都要请你来了，真的是你太严重的事情，那我才要 fail。但是你都来了，我能帮你就帮你，因为我们都有3次机会。然后我一题考试，我真的是自己不确定，我就举手，教官就怪了。而且教官也不会很直白跟你讲说你写是对的或是错的，你对的话，他就会走过来看一下。I think you're overthinking。还有这样，如果说你是很明显就是错的，教官就直接就是说maybe try to think about it。对，这个真的很外国人啊，点你一下，然后但又很明显。可是他不能讲出来。你最喜欢的航班？有朋友一起飞的航班。我们公司换班是一开班表的 position 就固定的，所以你要去换班的时候，别人可以就是看他说，你今天你是负责打2号厨房，那后面的话我们就会有4号是一起打的话，我朋友就可以说，4号有没有人要换？他如果要换的话，就直接换过来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在后面就是所以我如果要跟别人换，我就要找那个位置。就是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打领班的人，但我看到就是1号班安克拉治，好班呢，可是1号，算了，我还是考虑一下好了。觉得加入 AA 最棒的一点，最大的优点，我爱公司，但是接下来我要批评他了。每一家公司都有不好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公司最好的是组员间的文化，即便说年龄差异这么大，我觉得相处起来其实大家都是很明显就是一个 team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飞的时候，我好紧张，我想说，因为台湾人都是很紧张嘛。我第一天上班，我刚 OJT 完，我跟你讲，别担心啊，30年前我也是跟你一样啦，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啦。我开始飞的时候，你都还没出生。那在 AA 可以飞到几岁退休？飞到你不想飞为止。我们公司的同事我们都开玩笑说 ，Flight attendants they don't retire, they die。真的可以去查，我们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那个 Betty Nash，我们家的好像89岁走的，飞60年，公司排班都是照年资去排，所以他就可以去优先排说他想飞什么班。你一定不会想飞长班嘛？对，他每天就是飞像是台湾的那种国内线的班，然后飞完就走，上班族这样。对，就上班族而已。那因为 AA 有不同基地嘛，那你是在哪个基地呢？原本刚结训我就是在 LA， 所以我也住在 LA。结果好死不死，因为那个 COVID，把我调到达拉斯。达拉斯就是刚好在正中间，然后又是我们叫 mothership 这样子嘛，最大的 base。常常就是哪个基地那边一有天气什么，我们就要去支援。一天3腿，一天4腿。4腿我尽量是不去，3腿已经极限。薪水都是飞越多就钱越多。每级公司都是要赚 flight pay， 我们不赚那个 per diem。其实我们比台籍或亚洲籍都少。在美国当 crew 跟在亚洲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整个制度上就有差嘛，我们就是很做自己，我们就是很 chill， 也可以跟客人开玩笑之类，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是当我去跟台籍组员去一聊，我才发现就是好哦，讲不出来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飞机餐？长荣的干杯，经济舱的就已经很赞了，非常赞了。你有没有碰过在机上大暴走的旅客？一个喝酒醉，然后一个就是你这样前面那个椅子不要倒下来啊，压到我脚。然后就是真的电视上或者 YouTube 上看到那种 Karen， 就是很标准的 Karen， 就是他只是倒下，Ow, you broke my feet, ow。演技派的，演技派的。What is your name? I'm gonna write you up， 之类的这样。对，在美籍的落地就是。
我那时候我就是直接跟机长报告，就说有这个状况，然后机长就说好，那我给你 permission，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服务他，你们所有人都不要服务他，你可以告知他说我们已经 call police， 就会很乖，他就立刻暴走，就要去看你的名字啊，反正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已经得到机长的同意，我不会给你任何名字，机长说你要他的名字可以，然后落地后你会先被警察先优先带下机。那有没有碰过最离谱的客人要求？我打给你，因为我最喜欢打给你。他问我说：“起司意大利面上的起司可以帮他挑掉吗？”我就想说他可能是乳糖不耐症，所以我稍微帮他就是这样子弄一下，我就直接拿给他看，我说我尽可能把它弄掉。好，这边也跟大家讲，如果你就是真的有某些东西不能吃，一定要订特别餐，但不要乱点。我之前遇过客人，他 pre-order 那个 kosher meal， 然后他打开，他说这我不会吃，那你有没有别的餐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别的餐，请你自己吃掉它。kosher meal 很大一份，很大份啊，而且很麻烦，我还要拿给你，然后而且还要 heat 啊。对啊，然后还请你去拆开它啊。对，不要乱点，真的不要乱点。下一个开票想要带家人去哪里？因为家母一直说想要去欧洲，可是他们又年纪大了，不能久坐。对，我久走。比起说带他们去欧洲，我反而倾向带他们去日本啊。我妈喜欢日本，我带我爸妈去韩国，东大门逛不逛？嘿，那个衣服我不想买。然后弘大逛不逛？弘大说都是年轻人的，不逛。明洞逛不逛？对，他也不逛。我觉得有很多长辈可能会比较习惯日本的。我妈妈那时候还讲了一句，我们要引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为什么都要用这么大的一个盆子装这些食物，然后再裹在一起？这个筷子又要扁扁的，很难用。你尊重一下人家嘛。那你下班最喜欢做什么？2个的事情，飞小飞机。姐知道我在 train pilot， 睡觉。主要是因为我后舱，我那时候考到，我只是意外，没有想过我要当后舱，可是我一直想往前舱的方向走。亚洲的要求都有了，美国那边他的时速要求比较高，多去飞一飞这样子。我们祝福凯乐可以早日成为 pilot。今天非常谢谢他，谢谢各位。我是凯乐，然后我现在是美国航空的空服员，目前飞快10年。那大家如果想要 follow 他，可以去他的 IG 找他哦。IG 这里，拜拜，拜。